女人只不过是脚滑了一下，就差点掉进悬崖，把小命也给丢掉，身上背着的紧急定位器也随之掉了下去。还好她的反应很快，及时抓住了岩壁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同伴赶忙抓住了小尼，小尼便用力蹬地想向上爬去，可悬崖有点骨质疏松，在小尼的脚下碎石不断朝着悬崖下掉落。眼看小尼找到了受力点就能上去时，他却想起了定位器还在一旁。I think I can reach it. No, it's too dangerous. Leave it. I can do it. You just have to lower. 看着小尼用力把身体向一旁倾斜，凯文也随之提心吊胆了起来。经过尝试，小尼发现他的手指距离定位器仅仅有几厘米。伸了好几次手后，小尼根本没法够到定位器。于是，小尼想了个大胆的办法，他让凯文稍微松手，让自己的身体下坠，这样就能够减少和定位器之间的距离。小尼的想法成功了，凯文也在力竭前成功把小尼给拉了上来。小尼之所以不肯放弃定位器，是因为这关乎着大家的性命。2天前，他们乘坐的飞机坠落到了这片森林，飞机上的 GPS 失灵，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还好，小尼和同伴们在飞机上找到了紧急定位器，只要把定位器放到悬崖上面，那获救的希望就大大增加。可这些幸存者们却陷入到了狼人杀中，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害。正片开始前，还是要感谢咸鱼的催更。想问下大家，平时是不是都喜欢吃点汉堡、炸鸡啥的？我发现了一个便宜的平台，汉堡、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。最近我都是靠咸鱼的省钱神券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，我先推荐咸鱼，咸鱼真的太神奇了。这里是雨林狼人杀第4天，飞机上的10人中，机长、乘务员、胖丫老公已经下线，那下一个被干掉的将会是谁？当胖丫老公被人毒死后，他最相信的人就是艾米，毕竟老公吃的是艾米的那份食物，否则死的人就是艾米。可艾米并不相信胖丫老公死于中毒。在逐个分析了活下的人后，胖丫说自己觉得嫌疑最大的人就是艾米的男朋友丹，单身为司机却爱上了千金大小姐艾米。这种故事应该出现在童话而不是现实。丹接近艾米肯定别有意图。 And if I was looking for the snake in the grass, the one who had it in for the whole lot of us, well, I think I might start with him. 虽然艾米极力辩驳，可他也不得不承认，胖丫说的有几分道理。对于丹的过往，艾米并不清楚，所以他悄悄翻开了丹的皮包，发现里面居然是各种身份的名片。很显然，丹一直在骗自己，把丹给拉到了密林中。艾米大声读着名片上的简介 ：Dan McLean of McLean and Bradshaw in Sarasota, a full-service immigration law firm dedicated to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ism. It's in my wallet. Or Dan McLean of the McLean Law Group in Tampa, CEO. Oh, and here's Dan McLean. 对此，丹赶紧解释，这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，自己有段不光彩的经历。等他和艾米逃出这里后，丹肯定会一五一十的和艾米交代。眼看凯文朝他们走来，丹赶紧转移话题，带着艾米离开。凯文叫他们是来说定位器的事。卡洛斯弄了个简易天线，并说，如果想让定位器起作用，必须把天线架设到悬崖上。这么多东西，卡洛斯一个人可没法拿走，所以他和大家商量，看有谁来帮忙。凯文和小尼主动挺身而出，他们朝着山上走去时，卡洛斯往自己的嘴里放了块口香糖。小尼看着卡洛斯被丢掉的糖纸，若有所思了一会儿，这才赶忙跟上了队伍。经过漫长的攀爬，他们总算是来到了悬崖的半山腰。可由于这里的路并不好走，小尼脚下不小心一滑，这才发生了开头那一幕。等到3人来到悬崖上，小尼看着周围的景色，心情也好了许多。可想到这全是崇山峻岭，他们的安危全取决于一个小小的定位器，小尼却又高兴不起来。况且他也没学过电器什么的，只能让卡洛斯一个人干活。没多久，卡洛斯就说自己安装好了，他用口香糖把天线和电池死死粘住，3人便离开了这个地方。回到营地后，3人告诉大家，天线已经安装成功，现在只需要等救援就行。在饱餐一顿后，天色逐渐变晚，幸存者们便各自找了个地方安然入睡。此时，作为摔跤手的卡洛斯，为了保证自己的身材，还在树上锻炼。突然间，他听到身后有些响动，转身一看，发现有神秘人戴着自己的面具出现。那人二话没说，直接动手。卡洛斯根本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倒在了地上。眼看时间来到了第5天，幸存者们又减少1员，其他人认为卡洛斯可能晚上去方便后迷路了。胖丫则是在一旁十分确信地说，卡洛斯肯定挂掉了，猜这次是什么手法？ Another poison mushroom, another post-operative shot. Christ's sake, can you turn it off? One by one. They're coming for us, one by one. 小尼在一旁十分冷静。昨天他发现了卡洛斯吃的口香糖和之前飞机里被盗的物资一模一样，所以讥讽了卡洛斯几句。看样子卡洛斯可能十分羞愧地跑路了。
不管如何，多一个人就能多一分活下来的希望。就在两人一组准备搜寻卡洛斯的时候，凯文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：如果定位器能正常使用，现在他们应该能听到救援飞机的轰鸣声。那现在搜救人员到底在哪儿？不得不说，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因为天线已经被人给拔掉了。在其他人去搜寻卡洛斯的时候，老黑却猛踹着飞机的翅膀。他并不是因此来发泄情绪，而是老黑觉得不停有人被害，是不是飞机上藏着什么东西？凶手想要独占，所以才各个击破。见状，小尼也前来帮忙，两人把飞机拆得差不多，也没什么发现。这时候，搜寻卡洛斯的人也回来了，他们同样一无所获。想到凯文提出的定位器问题，如果真有什么，只有卡洛斯会修。由此可见，卡洛斯的失踪非同寻常。于是，小尼主动提议说，再次上悬崖检查一下。凯文同样愿意再跑一趟。老黑拿出备用电池递给了小尼，就这样两人再度往悬崖上爬去。看着其他人都睡得很香，老黑悄悄离开营地，走到了密林之中。他没想到胖丫一直在装睡，已经悄悄跟上了他。小尼和凯文爬到了半山腰，两人原本打算在这歇歇脚，接着爬。小尼却看到秃鹫在不远处的天空盘旋，这异常的景象引起了小尼的注意。他打算先去那里看看情况，结果在这小尼发现了卡洛斯的尸体。这下他只能和凯文先回营地，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。老黑和他们再度前来，通过分析尸体的伤口，老黑觉得这是胖丫老公的刀划伤的。问题是刀谁都能拿到，由此确定凶手不太现实。眼尖的小尼则是看到了树下的石板，掀开一看，果然是飞机里失窃的物资。这下也证明了他之前的猜测。如果说之前大家还在怀疑幸存者里有鬼，因为卡洛斯之死，现在则是实打实的证明了凶手的存在。作案总要有动机，那动机到底是什么呢？雨林里的蜥蜴替我们揭示了答案，藏在机舱里价值300万美金的面粉，因此而杀人灭口，难道理由还不充分吗？